你好呀，这里是 Momo 的投资笔记。CoreWeave 最新季度营收增长 112%， 收入积压达到1040亿美元，但同一个季度它花掉了94亿美元资本开支，账上有大约351亿美元债务，订单像滚雪球一样变大，债务也在一起变大。这家公司究竟是 AI 时代最强的基础设施黑马，还是一台必须不断融资才能运转的资本机器？CoreWeave 是专门服务 AI 训练和推理的云计算平台，它采购英伟达 GPU， 再把算力和软件租给 OpenAI、微软等客户。和传统云厂商相比，它更专注于高性能 AI 工作负载。我把最新财报、技术面、债务和3种情景全部过了一遍。结论先说，评级是观望，公司的增长和订单都是真的，当前估值也能解释，但 106.29 美元提供的空间不足以覆盖高债务、高资本开支和客户集中风险，不适合因为财报大涨就追高。先看4个最关键的数字，第一个是 25.75 亿美元，这是第二季度营收，同比增长 112%， 一年直接翻倍。公司活跃电力增加到 1.5 吉瓦，说明新建的数据中心和 GPU 集群正在投入使用，订单正在变成收入。第二个是1040亿美元，这是第二季度末的收入积压，同比增长 246%， 还不包括第三季度初新增的超过250亿美元承诺。公司不是找不到客户，而是需求远超当前交付能力。第三个是 59%， 每产生100美元营收，在扣除公司定义的部分经营成本后，可以留下59美元。但这个数字不能直接当成股东真正拿到的利润，因为折旧、利息和资本开支都非常大。第四个是94亿美元，这是单季度资本开支，相当于同期营收的 3.6 倍。公司全年资本开支指引已经上调到350亿到390亿美元。订单越多，就需要先花更多钱建数据中心、买 GPU 和接入电力，收入还没到，现金先出去了。所以 CoreWeave 不是需求不足，而是必须证明自己能用合理成本把1000亿美元订单按时交付。CoreWeave 最新收盘价是 106.29 美元，财报前一天收在 90.32 美元，财报后跳涨到 107.73 美元，2天累计上涨接近 18%， 上市以来最低 33.51 美元，最高187美元，现价大约处在整个区间中部。技术面上 RSI 为63.8，靠近偏热区域， MACD 重新转强， ADX 只有20，趋势强度一般，股价略高于布林带上轨，压力先看117到120美元，下方支撑在90到95美元，强支撑在80到85美元。财报跳空后继续追涨，赔率并不舒服。技术面告诉我们，股价正在消化好消息，但真正决定能不能买的还是估值和资本结构。接下来聊聊 CoreWeave 目前最核心的部分，它看起来不算特别贵，为什么仍然需要谨慎？按大约 5.51 亿股计算， 106.29 美元对应的市值约586亿美元，加上大约351亿美元有息债务，再扣除现金和受限现金，企业价值约868亿美元。公司把2026年收入指引提高到124亿到132亿美元，中值大约128亿美元。用这个数字计算，预期市销率约 4.6 倍，企业价值除以营收约 6.8 倍。对于一家营收仍然翻倍增长的 AR 云公司，这2个数字并不离谱。在按第二季度调整后，企业价值倍数大约 14.4 倍，看起来甚至有点便宜。CoreWeave 第二季度净利息费用达到 6.4 亿美元，比调整后净盈利润 1.28 亿美元高了整整5倍。最终 GAAP 净亏损 6.26 亿美元，调整后净亏损也有 5.67 亿美元，所以调整后数字很漂亮，但要走到真正属于股东的现金，中间还隔着巨额折旧、利息和持续资本开支。市场真正赌的不只是 AI 需求继续增长，还包括融资成本下降、设备利用率提升和新产能按时交付。基本面先说亮点，除了1040亿美元积压订单，第三季度初又获得超过250亿美元新增承诺，活跃电力达到 1.5 吉瓦，合同电力约 3.7 吉瓦。公司还完成英伟达新平台的首次启动验证，企业客户也在增加，问题同样集中。第一，
总债务大约351亿美元，利息已经明显侵蚀利润。第二，全年资本开支最高可能达到390亿美元，是收入指引中值的3倍。第三，大客户仍然占据很高比例，任何客户调整建设节奏都会影响收入。第四，公司需要数据中心、电力、GPU 和融资同时到位，只要一个环节延期，订单就无法按时确认。我基于公开信息梳理了3种经营情景，多头情景概率 25%， 目标价145到175美元，需要收入继续超过指引，数据中心按时交付，融资成本明显下降，同时客户结构继续分散，这样市场会相信规模效应足以覆盖债务，对应 36% 到 65% 的上行空间。基础情景概率 50%， 目标价100到125美元。收入完成现有指引，调整后经营利润率逐步改善，但现金流继续被资本开支和利息吞噬。公司成长很快，股价却主要靠业绩慢慢消化估值。当前106美元正处在这个区间下部，空头情景概率 25%， 目标价70到85美元。如果数据中心交付延期，大客户削减需求，融资成本重新上升，或者资本开支继续上调，却没有带来对应收入，债务问题就会重新成为市场焦点，对应 20% 到 34% 的下行空间。3种情景加权后的参考价值约116美元，较现价只有 9% 的空间。对于高波动、高杠杆公司，这并不足够。最后说说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还没有持仓的话，106美元附近不追。第一观察区间放在80到90美元，这里接近财报前支撑，也能把预期估值压到更合理的范围。进入这个区间后，重点看新增产能是否按计划上线，以及利息费用占收入的比例有没有下降。如果股价进一步回到65到75美元，而期压订单没有下降，数据中心交付没有明显延期，融资渠道仍然稳定，可以考虑第二批。已经持仓的话，可以继续观察。117到125美元是第一压力区，145美元以上可以分批降低高杠杆带来的波动风险。需要重新评估的条件也很明确，收入增速显著低于指引，积压订单开始下降，资本开支持续上调，但交付延期，或者利息覆盖能力继续恶化。出现这些情况，就不能只看 AI 需求很强，而忽略资本结构正在吞噬价值。总结一句话， CoreWeave 拥有 AI 基础设施行业最强劲的订单之一，但1000亿美元订单并不自动等于股东利润。公司需要证明自己不只能借钱扩张，还能把规模真正变成现金流。106美元接近合理价格，等待更好的安全边际会更稳。如果你也在研究 CoreWeave 或者 AI 算力基础设施赛道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行业看法。觉得内容有用的话，点个赞并关注支持一下。咱们下期见。